美军200人赴台，中俄两军就加深人才培养互动，谁还不会搞点交流？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最近呢，随着解放军新一轮的环台演习，美军呢在台海也开始了新一轮的两头敲竹杠的动作。说是两头敲，因为一头呢是针对台湾的。美国国内现在很多人宣称俄罗斯已经是无法对欧洲构成严重威胁了，所以抓紧武装台军比武装乌军更重要，所以要台湾再追加购买一批武器装备。造不出来没关系，排队记账，反正已经积压了190多亿美元订单量，破不破200差距也不大嘛。另外呢，还有一些动作就是要针对大陆的了。最近大陆跟法国、欧洲互动频繁，同时呢，中国这边呢也基本停止了跟美国高层的交流。美国当然很清楚这种一头热一头冷的状态会慢慢的让美国在台海问题上陷入孤立，所以也急着跟中国恢复对话，并且呢，他们采取的是施压的方法。比如说在黄岩岛外海跟菲律宾一起搞军事演习，而更有挑衅意味的是，就是派人要到台湾岛上为台军提供培训服务，其目的就是如果我们再不跟美国人继续谈判的话，美国人还要层层加码。美军到台湾进行训练以前就有过，这次跟以前一样，按计划完成科目之后呢，应该就会走。毕竟让美军在台湾岛上承受解放军火力的关爱，美军才不肯呢。区别就是这次美军派的教官规模比较大，有200人左右。我认为最需要关注的就是美军这次会向台军培训什么。我感觉呢，美国这次除了会保留以往的培训科目，比如城市巷战等等，很有可能还想把乌克兰战场上城市攻防作战的经验带给台军。比如巴赫穆特这么巴掌大的地方，俄军啃了这么久，还有8%没啃下来，双方都付出这么大代价，必然也会引起美军还有台军的各种分析和思考。尤其是台军跟美军之间的情报数据分享，其实是比乌军跟北约之间更有技术基础的。所以美军这次在台湾可能会围绕战场感知、情报获取、信息分发、火力分配这些个杀伤力的相关环节，重点加强台军与美军联合作战的针对性训练。这个时候呢，另一个新闻就显得更有看点了，就是俄罗斯总统在与访问俄罗斯的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会晤的时候表示，说俄罗斯和中国正在积极的进行军事领域的合作，并且呢定期的互换信息。另外，双方也谈到了加强军事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那么我们就可以遐想一下了，双方要怎么合作？俄乌战场上那些从前线退下来带新兵的老兵们有多少实战经验？这些实战经验算不算是很有价值的信息呢？可不可以交流呢？再比如说，最近俄罗斯还公布了马里乌波尔之战的总结，谈到了在情报方面的得失，比如说到了俄军认为自己会得到当地民众的普遍欢迎，结果却不得不在当地民众普遍敌对情绪下应对战场环境。这种人文环境背景是不是有利于我们作为参考？他们还谈到了后勤保障从组织工作到具体器材使用方面有什么经验教训，甚至详细的说明了亲俄罗斯民兵的军服设计不合理，翻越障碍的时候那裤裆很容易撕开，这些具体问题。除了后勤之外，恐怕兼顾城市攻坚战术、步坦协同以及火力运用等等方面的得失感受，俄军就更不缺了。那么未来对台作战过程中呢，解放军是必须尽可能减少伤亡，速战速决的。所以如果能够通过俄乌战场上那些血淋淋的经验和教训，提前发现我们现有战术思想以及装备体系的不足，必然有巨大的战术和战略价值。中国呢，虽然向全世界保证过不会在俄乌问题上站在俄罗斯一边，但是在其他战略方向上，中国就有太多的合作空间了。尤其是台海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是什么国际问题，所以不管中俄如何交流合作，都不会违背中国向全世界所宣布的各项原则。